從2015到2025是陸劇全面升級的10年，也是古裝劇從流量優先真正走向內容為王的關鍵階段。我們見證了仙俠的隕落與重生，看過了權謀的詭譎與人心的博弈，也重新找回了那個快意恩仇的江湖。為了拯救你的劇荒，我們翻遍了這10年的豆瓣高分榜單，剔除了注水爛劇，為你精選出評分最高、口碑最硬的50部古裝神作。這條視頻時長較長，建議先收藏，無論是下飯還是補劇，這都是你未來半年的終極片單。廢話不多說，讓我們從第50位開始，重新走進這波瀾壯闊的古裝10年。第50位，惜花紙。故事開局便是豪門抄家，男丁流放，滿門女眷瞬間陷入絕境。張靜怡飾演的花紙被迫站出來，從賣糖葫蘆開始，一步步撐起整個家族。她的表演自帶一種倔強與書卷氣，既有大家閨秀的風骨，又有商場博弈的狠勁。胡一天飾演的顧燕西，則是外冷內熱的皇城司統領，兩人的感情線沒有無腦誤會，更多的是成年人之間的尊重、理解與救贖。這部劇細緻描繪了古代女性在失去男性庇護後，如何從驚慌失措到抱團取暖，最終活出自我。如果你喜歡看家族逆襲、女性搞事業的溫馨治癒故事，惜花紙是一部非常適合下飯的暖心之選。第49位，凡人修仙傳。如果說大多數仙俠劇是在做夢，那凡人修仙傳就是在造現實。他徹底拋棄了天選之子的陳舊套路，轉而刻畫極致的凡人智慧。楊洋飾演的韓立貢獻了近年來最具清醒質感的角色。他不熱血，不盲動，在資源極度匱乏、規則冷酷的修仙界，每一步都算計得精準。這部劇真正打動人的是那種逆流而上的危機感，不是為了拯救世界，而是在殘酷法則中求生、求真。如果你厭倦了輕飄飄的愛情修仙，這部質感厚重、邏輯嚴密的硬核作是絕對的入坑首選。第48位，琉璃。琉璃是一部將情感濃縮做到極致的仙俠美學作品。它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塑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男主模範。程毅用一種破碎感極強的表演方式，把時世輪迴的深情與隱忍演到了觀眾心裡。而袁冰妍飾演的楚玄機則完成了從無心到覺醒的宏大敘事。這部劇不僅有華麗的特效對撞，更有對宿命的決絕反抗。它或許不是結構最嚴整的正劇，但它的情緒爆發力極強。如果你想體驗一場撕心裂肺卻又甘之如飴的情感洗禮，琉璃不容錯過。第47位，無憂渡。無憂渡是一部透着異類氣質的高級感古裝劇。它不隨大流，而是選擇在東方志怪的底色下，探討最深刻的人性悖論。任嘉倫飾演的九宣燁身上帶着一種迷人的宿命感和疏離感。他在人妖兩界穿梭，看透了皮囊下的貪婪與痴怨。宋祖兒飾演的段半夏則為這個陰冷的志怪世界注入了理性的光芒。每一個單元故事都像一面鏡子，照出觀眾內心的隱秘。如果你偏愛慢節奏、強氛圍且充滿留白藝術的作品，無憂渡會讓你感受到一種久違的寂靜的震撼。第46位，永夜星河。永夜星河是近年來類型劇中的滿分優等生。他聰明地抓住了年輕觀眾的審美，用輕快的節奏包裹了一個關於成長的內核。虞書欣飾演的林妙妙靈動而不懸浮，在搞怪表象下有着極強的自我認知。丁禹兮則精準捕捉了木生那種孤傲背後的脆弱與偏執。這部劇最令人舒適的地方在於，它不靠低級的誤會來推動情節，所有的情感演進都基於人物的真實互動。這是一部制作精良、情緒價值拉滿的古裝劇，適合在任何需要解壓的時刻開啟一場奇妙的治癒之旅。第45位，柳州記。柳州記是一部需要品的古裝劇，它有一種難得的安靜力量。在大多剧集忙着搞權謀、堆特效時，它卻把焦點對準了女性的選擇權。
張晚意飾演的崔行舟，在理性算計與真誠情感間的博弈極具看點。王楚然則通過柳綿堂這個角色，展現了女性如何從謊言中覺醒，並拿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權。這裡的感情沒有工業糖精，只有成年人式的博弈與並肩。它的畫面構圖極具古典雅致，節奏舒緩卻不拖沓。如果你喜歡看人物在細水長流中慢慢生長，那這部劇一定會成為你的心頭好。第44位，長相思第一季。長相思是一部把人物群像寫活了的作品。他沒有絕對的壞人，只有在亂世中因立場不同而產生的痛苦抉擇。楊紫飾演的小妖，有着一種看透事情的通透與孤勇，她不再是等待拯救的客體。而劇中幾位性格各異的男性角色，在張晚意、鄧為、譚健次的演繹下，代表了愛、權、義的不同碰撞。這部劇的討論度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為它觸及了最真實的底層邏輯。在巨大的變局面前，愛往往是奢侈的，而堅守自我是唯一的救贖。它是一首寫給成年人的古裝長詩。第43位，星漢燦爛，月升滄海。星漢燦爛成功的關鍵在於它給了女主完整的人生線。趙露思飾演的程少商不是被命運偏愛的角色，他聰明，卻必須為每一次選擇承擔後果。吳磊的凌不疑冷硬而自律，他的情感表達克制，卻始終堅定。這部劇最聰明的地方在於平衡感，它既有家族壓迫、時代背景的沉重，也保留了足夠的輕鬆與溫度。如果你想看一部既有情緒又不懸浮的古裝劇，《星漢燦爛》是非常穩的一部。第42位，《陳情令》。作為國產古裝劇的現象級坐標，《陳情令》的魅力早已超越了題材本身。它構建了一個宏大且自洽的仙門江湖，肖戰的魏無羨、張揚重情，卻始終被誤解。王一博的藍忘機幾乎把克制演成了一種信仰。這部劇真正打動人的，並不是仙門鬥爭，而是當世界開始顛倒黑白時，你是否還願意堅持自己認定的正義？即便已經過去數年，那種為了道義而對抗全世界的燃感，依然能擊中無數人的內心。它不是一部劇，而是一個關於熱血與知己的永恆夢境。第41位，九伊人。九伊人是一部非常明確的女性主題古裝劇，它不追求爽感，而是直面不公。故事的推進並不急促，但情緒積壓得極深，每一次反擊都建立在真實傷害之上。吳倩的表演克制而堅韌，不是大開大合的復仇者，而是被逼到角落後的清醒反抗。這部劇最難得的地方在於，它沒有把女性拍成符號，她們各自脆弱，也各自勇敢。如果你想看一部立場清晰、情緒真實的古裝作品，九伊人值得被記住。第40位，俠探簡不如。俠探簡不如是一部典型的低調好劇，沒有流量加持，卻在推理邏輯上異常扎實。簡不如這個角色本身就反類型，他不是完美俠客，也不是全知偵探，判斷會出錯，情緒會搖擺，案件設計強調動機與因果，真相往往並不光鮮，卻極具說服力。如果你喜歡的是邏輯嚴密、情緒克制、尊重觀眾智商的探案劇，那俠探簡不如一定不要錯過。第39位，大宋少年志。如果你覺得古裝劇只有兒女情長，那大宋少年志會徹底打破你的偏見。編劇王倦用他最擅長的反轉再反轉，構建了一個熱血又燒腦的間諜世界。張新成飾演的袁仲新看似玩世不恭，實則心思縝密。周雨彤飾演的趙簡更是古裝劇中少有的擁有獨立人格和追求的女性典範。一格七齋這群少年，他們不是為了公益，而是為了大義，在黑暗中前行。這部劇的台詞極具現代感和思辨性，它告訴我們，少年之志在於不被這世界改變。第38位，九重紫。九重紫是一部在細節和氛圍感上做到極致的宅鬥佳作。它並不單純追求鬥的爽感，
而是在展現封建禮教下個人意志的掙扎與突圍。孟子義飾演的竇昭清冷沉靜，有着重生般的通透與狠勁。李雲瑞飾演的宋墨則將那種身處權謀漩渦中心的複雜情感演繹得入木三分。兩人的感情線不是甜膩的工業糖精，而是在看透世間涼薄後的並肩前行。如果你喜歡考究的服化道和內斂的情感表達，這部劇會讓你靜下心來。第37位，國色芳華。當繁花落盡，唯有自強才能盛開。國色芳華不僅是一部古裝劇，更是一部女性創業的勵志史詩。楊紫飾演的何為芳，從一段失敗的婚姻中抽身，憑着對培育牡丹的手藝，在商界硬生生闖出一片天。她和李現二度合作，默契感自不必說。但更吸引人的是劇中的職業精神，它細緻地展現了唐代商業的繁榮與匠人精神。這不是一部簡單的言情劇，它講的是一個女性如何定義自己的價值。第36位，《射鵰英雄傳2017》。在翻拍劇普遍被詬病的年代，2017版的《射鵰》像是一股清流。它沒有流量巨星，卻把所有的預算都用在了實景拍攝和打戲設計上。楊旭文的郭靖淳樸不木訥，李一桐的黃蓉靈動不造作。最讓人驚喜的是對原著精神的回歸，無論是配樂中響起的鐵血丹心，還是那些行俠仗義的細節，都找回了久違的武俠情懷。如果你想重溫金庸筆下的江湖夢，這一版絕對是近10年來的最佳選擇。第35位，《少年遊之一寸相思》。這是一部被劇名耽誤了的硬核武俠劇，它沒有濾鏡加持的磨皮感，取而代之的是大漠孤煙的粗獷與真實。張耀與張雅欽的演技自然且富有張力，特別是女主的男裝扮相，堪稱近年來最有誠意的易容術。故事從尋找一幅山河圖開始，抽絲剝繭出江湖與朝堂的累世恩怨。它的悲劇色彩濃厚，卻有一種向死而生的力量。如果你渴望看一場純粹、克制且愛而不傷的武俠故事，請務必點開它。第34位，《大宋少年之二》。時隔多年，七齋少年再度集結，還是原來的配方，卻多了幾分沉重與蒼涼。張新成、周雨彤等原班人馬的回歸，讓這種重逢本身就帶了濾鏡。如果說第一部是少年初出茅廬的試探，第二部則是面對生死存亡的抉擇。王倦的劇本依然充滿了不可預測的走向，但這一次，少年們開始直面時代的殘忍。有幸報國，不負少年，這8個字在這一季裡有了更血淋淋也更動人的注解。第33位，顯微鏡下的大明之思卷案。馬伯庸的作品向來擅長從歷史的縫隙裡找故事。張若昀飾演的算呆子帅家默，眼中只有數據和公式，卻無意間撥動了地方利益分配的敏感琴弦。這部劇的切入點極小，講的是賦稅，看的卻是官場眾生相。王陽、吳剛等實力派的對弈，讓每一場公堂戲都像是在博弈。他沒有飛檐走壁，卻用邏輯和賬本構建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智鬥。推薦給每一個喜歡考據、追求邏輯嚴密的觀眾。第32位，《慶餘年》第1季。這可能是近年來國民度最高的古裝科幻劇。張若昀飾演的范閒，帶着現代思維闖入古代朝堂，那種碰撞感極具張力。但這部劇之所以高分，是因為它在爽劇的外殼下，包裹着對平權的深刻思考。陳道明的慶帝，吳剛的陳萍萍，這群老戲骨的加入，直接拉高了整部劇的質感。他搞笑時讓你捧腹，殘酷時讓你通體發冷。范閒追尋的不僅是真相，更是母親葉青梅留下的那個人人平等的夢想。第31位，《夢華錄》。《夢華錄》最大的貢獻是重現了北宋東京的雅致與繁華。劉亦菲飾演的趙盼兒，美的不僅是皮相，更是那股子不向命運低頭的俠氣。她與陳曉飾演的顧千帆之間的極限拉扯，被網友戲稱為成年人的戀愛。這部劇不僅拍出了女性之間互助的溫情，更在茶藝、點心、
鬥茶等細節上，全方位還原了宋代美學。這是一場視覺與情感的雙重盛宴。如果你累了，想找一份溫柔的慰藉，那就去看《夢華錄》。第30位，少林問道。這是一部有着禪意和佛性的作品，風格沉鬱、古樸。周一圍在劇中的表演極其用力且深情，他飾演的成文道，在血海深仇與佛法慈悲之間掙扎覺醒。郭京飛飾演的高劍雄，則代表了權欲對人性的侵蝕。整部劇的畫面構圖極具意境，節奏不快，卻力透紙背。他討論的是貪嗔癡，是放下與救贖。這不是一部看了能讓人開心的劇，但如果你願意靜下來，它會給你一種震撼心靈的力量。第29位，御賜小仵作。御賜小仵作是典型的小而美逆襲案例，沒有大流量，沒有大投資，全憑扎實的劇本贏得了口碑。蘇曉彤飾演的楚楚，專業過硬，性格純真。王子奇飾演的蕭錦瑜被譽為古裝人設天花板，不僅智商在線，更尊重女性。整部劇邏輯嚴密，每一個伏筆都有回應，探案過程不敷衍。它向市場證明了，只要尊重觀眾的智商，觀眾就一定會給你回饋。第28位，唐朝詭事錄。在仙俠劇扎堆的當下，唐朝詭事錄硬是靠奇詭的畫風殺出了一條血路。楊旭文的盧凌風與楊志剛的蘇無名，這一文一武的搭檔，化學反應十足。劇集取材於段成式的酉陽雜組，將盛唐背後的幻術、異獸、詭案交織在一起，充滿了志怪魅力。它的節奏極快，畫面富有電影質感。如果你喜歡狄仁傑系列的奇幻探案感，這部劇絕對能讓你大呼過癮。第27位，唐朝詭事錄之長安。作為系列的延續，長安篇在制作上更加精進。它不僅延續了第一部的詭譎氛圍，更在長安這個符號上做了深度挖掘。在這座萬國來朝的都城裡，繁華之下是更深的陰影。主演們的默契度更上一層樓，案情也從單純的玄幻轉向了更複雜的政治博弈。這部劇證明了，優秀的 IP 只要用心打磨，每一部都能維持在高水準。第26位，風起隴西。這是馬伯庸式的諜戰三國，風格凌厲冷峻。陳坤飾演的陳宮游走在蜀魏之間，是孤獨的暗哨。白宇飾演的荀許堅守着內心的誠信與邏輯。導演陸陽用近乎電影的質感，還原了一個充滿肅殺氣息的三國時代。這裡沒有羽扇綸巾的浪漫，只有情報交鋒的殘酷。台詞考究，光影講究，如果你能接受這種高密度的反轉和冷色調的敘事，它就是神作。第25位，天盛長歌。這是一部被低估的電影質感大劇。陳坤飾演的寧毅深沉如水，步步為營。倪妮飾演的鳳之薇聰慧堅韌，在大義與情愛間掙扎。整部劇採用了電影比例的畫幅，每一幀都能截下來做壁紙。他的權謀戲份極其厚重，沒有開掛，只有智力的搏殺。雖然節奏偏慢，但那種博弈的快感和悲涼的基調，讓他在古裝劇中擁有獨樹一幟的格調。第24位，長安12時辰。他開創了國產劇的新紀元，用一整部劇的篇幅來講24小時內的故事。雷佳音的張小靜渾身散發着煙火氣與英雄氣，易烊千璽的李泌清高執着，充滿了少年風骨。曹盾導演用極致的鏡頭語言還原了一個最真實的盛世大唐，從街頭的胡餅到繁複的禮儀，從弩箭的構造到望樓的傳訊，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推敲。這是一場分秒必爭的長安保衛戰，視覺張力拉滿。第23位，六扇門。六扇門是一部被很多人忽略的誠意之作。林峰飾演的申厲行，在捲入京城連環殺人案的過程中，逐漸揭開了朝廷最高層的秘密。迪麗熱巴飾演的蘇藝卿英姿飒爽，感情戲分寸感極好。這部劇勝在節奏明快，動作戲流暢自然。它沒有太多的玄幻修飾，回歸了傳統公案劇的敘事風格。
如果你懷念那種扎扎實實的港式探案風，這部劇會讓你看得很順暢。第22位，雀刀門傳奇。誰能想到，趙本山帶着弟子們拍了一部武俠劇，竟然拍出了江湖氣。這部劇沒有高深莫測的特效，只有家長裡短的結構。他借着武俠的外殼，把現實世界的種種荒誕解構了個遍。趙本山一人分飾兩角，演技爐火純青。這部劇告訴我們，大俠也要吃飯，江湖也有潛規則。在爆笑之餘，你會發現他對俠的理解，甚至比很多正統武俠劇都要深刻。第21位，雀刀門傳奇第2季。續集能保持高分，說明他的諷刺精神沒丟。第2季延續了第1季的解構風格，不僅段子密集，更在社會觀察上走得更遠。還是那些熟悉的演員，還是那座破落的雀刀門，但他所展現的人情世故和諷刺力度，卻總能讓觀眾在笑聲中感到一絲涼意。這是一部老少咸宜，卻又充滿思考深度的東北武俠。第20位，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這是對三國歷史的一次大膽重寫，視角從諸葛亮轉向了司馬懿。吳秀波飾演的司馬懿，從隱忍到爆發，人物弧線極長。而於和偉飾演的曹操，更是被譽為教科書級別的演技。他把曹操的狡詐、雄才與孤獨演活了。這部劇講的是權謀，看的是人性在權力漩渦裡的扭曲與堅守。它的制作水平達到了國產古裝劇的新高度。第19位，海市蜃樓。這部劇最大的看點在於構建了一個各懷絕技的探案天團。呂小雨一改往日甜美形象，化身飒爽女捉刀人曾倩，手起刀落間盡顯江湖兒女的果敢。費啟鳴飾演的曹勝則是團隊的大腦，用智謀在重重迷霧中尋找生路。從接下俠盜夜宵通緝令的那一刻起，他們便被迫捲入了一場驚天陰謀。這是一部典型的在冒險中見人性的作品。面對未知的勢力與撲朔迷離的蜃樓迷局，主角團不僅要對抗外敵，更要在親情羈絆與江湖大義之間做出艱難抉擇。劇情緊湊，反轉不斷。如果你喜歡看聯手破局的熱血故事，海市蜃樓絕對能滿足你的期待。第18位，蒼蘭訣。2022年的那個夏天，所有人都在為東方青蒼而瘋狂。這部劇最大的成功在於它徹底革新了仙俠劇的人設。王鶴棣飾演的魔尊不再是老掉牙的深情冷面，而是真正擁有毀滅力量的強者。虞書欣飾演的小蘭花看似單純，實則內核強大且完整。愛不是負累，愛是盔甲。這種現代的情感觀，讓這部劇在奇幻的外表下，擁有着治癒人心的內核。第17位，別雲間。這是鶴唳華亭的番外篇，但其獨立價值極高。它是對蕭定權這個悲劇人物的最終補完。羅晉的表演極具破碎感，他將那種在父權與理想間反覆被揉搓的痛苦演到了極致。這部劇的文字功底極深，台詞典雅且充滿隱喻。它不是給追求爽感的觀眾看的，它是給那些願意忍受孤獨、品味遺憾的人準備的一杯苦茶。第16位，畫江湖之不良人。如果要選出漫改真人劇的天花板，那一定是不良人。它幾乎是1比1還原了原著的神韻，甚至在某些人設上做了更好的升華。鄭業成的李星雲既有市井氣又有俠義心，李純飾演的林軒靈動且倔強。這部劇保留了動漫那種熱血、荒誕甚至有些邪典的氣質，打戲乾脆利落，毫不拖泥帶水。他告訴所有人，只要不用廉價特效敷衍，漫改劇也能有春天。第15位，陈希元。這是一部典型的真香劇，開播時被吐槽服化道像三生三世，但只要看進去，沒人能逃過張震和倪妮的演技轟炸。張震用他的眼神告訴大家什麼是電影級的克制，倪妮則貢獻了層次感極強的哭戲。這部劇講的是諾言，九臣為了天下蒼生和一紙承諾，付出了所有。它有一種古典式的浪漫與莊嚴。
第14位，少年歌行。少年氣是這部劇最珍貴的東西。李弘毅、劉學義等青年演員演出了那種鮮衣怒馬少年時的飒爽，劇中那種仗劍天涯的快感，為了朋友赴湯蹈火的熱血，精準地擊中了每一個武俠迷的心。特效華麗卻不廉價，運鏡極具動漫張力，這才是我們想看的，屬於新時代的青春武俠。第13位，虎嘯龍吟。作為大軍師司馬懿的下篇，他進入了三國歷史最殘酷的階段。司馬懿與諸葛亮的隔空對壘是整部劇的高光。王洛勇飾演的諸葛亮，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蒼涼感令人落淚，而司馬懿逐漸掌握權力的過程，則展現了人性的黑化與妥協。這部劇不再只是權謀，更是在探討一個人最終會活成他曾經最討厭的樣子嗎？第12位，天下長河。這是一部題材罕見卻極其厚重的正劇，它聚焦於康熙年間的治皇工程，羅晉飾演的康熙、尹昉和黃志忠飾演的治水能臣，在濁浪滔天的黃河岸邊展開了一場關於理想與現實的拉鋸。這部劇拍出了大自然的偉麗，也拍出了官場的複雜。這種硬核的、充滿專業精神的古裝劇，是目前市場上最稀缺的珍品。第11位，大秦帝國之崛起。啾啾老秦，負我河山。作為大秦帝國系列的第3部，它展現了秦國如何從諸侯爭霸中脫穎而出。張柏飾演的秦昭襄王，寧靜飾演的宣太後，兩人的對手戲火花四濺，將大國博弈背後的情感掙扎寫得極透。這部劇有宏大的戰爭場面，更有深邃的歷史觀。它不講兒女私情，講的是文明的演進與權力的鐵血。第10位，《琅琊榜之風起長林》。珠玉在前，這一部續作卻接住了。它不再講復仇，而是在講傳承。黃曉明飾演的蕭平章詮釋了什麼是兄長之責，劉昊然飾演的蕭平京則完成了從鮮衣少年到一代名將的蛻變。長林風骨，代代相傳。這部劇在情緒上比第1部更加悲憫，它探討的是一個家族在忠誠與嫌隙之間的命運選擇。第9位，大聖魁。這是一部被很多人錯過的商戰神劇，它跨越100年，講述了中國最大的跨國貿易商號大聖魁的起落。於震、喬振宇主演，將晋商的誠信、精明與家國情懷演得入木三分。它不只是講賺錢，講的是一種文化底蘊，是草原與中原、中國與世界的連接。如果你喜歡大宅門那種厚重感，這部劇一定要補。第8位，樊城之下。它是近5年國產古裝懸疑劇的巔峰。導演用一種近乎殘酷的冷靜，剖開了一個明代小縣城的陰暗面。寧理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令人髮指，他飾演的典史既是惡人也是受害者。劇情邏輯嚴絲合縫，畫風陰冷肅穆。他講的是冤冤相報，講的是在崩壞的體制下，正義如何被踐踏，又如何被重燃。這是一部需要反覆觀看、咀嚼台詞的精品。第7位，山河令。它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拍出了真正的江湖感。龚俊飾演的溫客行，妖冶而瘋狂；張哲瀚飾演的周子舒，溫柔而堅定。兩個孤獨的靈魂在亂世中相遇、救贖。劇中的台詞大量引用古詩詞，意境極美。它不僅是一部現象級的耽改劇，更是一部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武俠哀歌。第6位，蓮花樓。這是2023年的現象級爆款，它重塑了俠的定義。程毅飾演的李相夷，從武林巔峰跌落，在種菜做飯中尋得自洽。去去重去去，來時是來時。這種對過去、對名利的徹底放下，是國產武俠劇少有的精神高度。曾舜晞、蕭舜堯的組合也極具火花。這是一部關於放下的劇，它治癒了每一個在內卷中疲憊的人。第5位，我有一個朋友。畢鑫業導演的作品風格永遠無法被定義。
這是一部武俠輕喜劇，卻在插科打諢間講透了友情與正義。主演們都是新人，卻演活了一群不完美卻極其可愛的角色。台詞信息量巨大，幽默感極高級。它像是一部古裝版的《武林外傳》，卻有着更清晰的主線和更現代的價值。如果你想開懷大笑，又不想被當作傻子，選它準沒錯。第4位，《古相思曲》。這是一部靠創意封神的低成本佳作，逆向穿越的設計讓男主和女主的時間軸永遠在錯過。我見你第一面，是你見我最後一面。這種宿命感極強的敘事讓人心碎。張雅欽飾演的陸淵，美得大氣且深沉。劇本極其精巧，每一處伏筆在回頭看時都充滿了淚點。它向所有人證明，好的故事比千萬級特效更有力量。第3位，《唐朝詭事錄之西行》。作為系列的第2部，《西行》不僅守住了口碑，甚至在深度上有了飛躍。它走出了長安，走向了更廣闊的邊疆與西域。案情設計更加複雜，人性的探討也更加多元。楊旭文和楊志剛的組合已經成了這塊金字招牌的靈魂。在保持奇幻色彩的同時，它加入了更多對底層民眾的關懷。它是目前國產探案劇當之無愧的領頭羊。第2位，《天行健》。這是一部具有歷史厚度與悲劇美學的冷門神作。秦俊傑飾演的門三刀，代表着一個時代的落幕與掙扎。故事聚焦於清末民初的動盪，將武俠、探案與家國命運緊緊捆綁。它的畫面之精美，立意之深遠，在近年的古裝劇中極為罕見。它講的不是一個人的成功，而是一個時代的痛苦轉型。強烈推薦給每一位喜歡嚴肅敘事、追求深度的觀眾。第1位，《琅琊榜》。第1名，永遠的《琅琊榜》。自2015年播出以來，它已經成了國產古裝劇的標杆。胡歌飾演的梅長蘇，用最病弱的身體，攪動了最驚心動魄的局。王凱、劉濤等一眾演員的表演均在巔峰。他講復仇，講正義，講赤子之心。嚴謹的禮儀，克制的畫風，邏輯嚴密的權謀，讓他在10年後依然常看常新。《琅琊榜》不僅是一部電視劇，它是國產劇尊嚴的象徵。以上就是我們為大家盤點的前50名古裝劇，從《琅琊榜》的赤子之心到《凡人修仙傳》的生存邏輯，古裝劇正在從單一的言情走向更多元的表達。這些劇集中是否有你印象深刻的人物和內容？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點讚加關注，我們下期再見。